小颖，欢迎小健。我的睡醒，因为今天又事情挺多的，我都很着急的改了，不，很着急的直播，又忘记改这个标题了。欢迎白白，谢谢白白的闪耀星河。我就很着急的赶在了10点50之前开播了。谢谢高等数学的灯牌，然后一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完蛋。我又忘记改这个名字了。习惯了，主要是今天有其他的事情。小健平时睡这么早吗？小健，我记得你都不是要快12点才睡。欢迎小鹿。今累了，跑一天，为什么跑一天啊？为什么跑一天啊？欢迎自伤，晚上好呀，自伤，欢迎呆子。放学晚正好打开手机就是这样，那就是很有缘分了。高等数学，是上晚自习吗？还是什么？这么晚？放学晚也不至于快11点才放学吧？这也太晚了吧？平时都在办公室待着，今天有活需要外出，难怪。所以说累了就要早点休息，是不是？欢迎啊！哦，还是这个感觉好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谢谢啊，我的灯牌。谢谢自赏点赞。上次那个时间，昨天那个时间不好吗？昨天那个时间多好啊！昨天那个时间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很早。谢谢自赏的灯牌。早一点呢，就是之后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像我昨天晚上排到了12点过才回去。欢迎无语。昨天那个时间我来了，白白赶了个尾巴，那也还好。其实小珍你那个不算是太尾巴，我感觉，因为毕竟你来的时候我还播了差不多10多20分钟吧，感觉。欢迎智商，欢迎小圆，晚上好呀大家。研3改论文哦，我就说，我说什么要上这么久才放学，我说11点了，是不是有点太晚了？谢谢黑梦的灯牌，晚上好呀黑梦。我们可以点点赞哦，家人们，我们可以点点赞哦。我赶了个0岁，你还赶了个0岁啊？自赏，你不是一早就来了吗？一早来了，只是说你后面又那个了而已，你只是说你后面又走了。谢谢智商的绅士帽，谢谢我们智商，谢谢智商的绅士帽，很酷酱姐，难受死了。为什么？昨天值班，外卖刚到。那也挺好的，幸好你还赶到了，而且你还看了一段时间。谢谢浙江的灯牌，谢谢鱼子酱灯牌，晚上好呀。我们可以点点赞哦，我们点赞到2000，给他跳个舞。我出去交了个班儿，对呀，因为我赶时间，就是我怕我去晚了之后就，怎么说呢？就我怕我去晚了之后我就迟到了，因为我跟英姐约的时间，就是我们还想提前录个抖音嘛，所以说就提前去了，就是说。
我都忘记事了，忘记什么事儿？这个礼拜很刺激，周三、周五、周日都吃，那确实是了。我们可以点点赞哦。小林今晚偷懒，不是因为英姐她现在不是在上学，当老师吗？她当老师有时候她会要守晚自习，她守晚自习就没办法直播。谢谢叔叔灯牌，养嗓子。3号你要去吗？自赏3号你要去吗？欢迎叔叔，晚上好呀，叔叔。是我买的，对呀，我就说是你买的呀。欢迎小七，因为你当时好像是和那个 Hello Kitty 一起送的嘛。3号去哪？3号有绵羊哦，绵羊哦，四川绵羊哦，绵羊有活动哦，家们。现在没有收日期。Hello 啊！刚怎么拒绝我在跳舞吗？对，没有，我还对，我知道，因为我刚开播没多久，刚开播没什么人，不想接是吧？现在人上来了，也不是，是因为我看你接你，因为我看你弄我接，就是邀我2次，我觉得不太好，就是如果2次还不接的话。一般都是，比如说我邀你1次，然后我邀你第2次，一般你都第2次会接我的。谢谢强哥的灯牌，谢谢小七的灯牌，谢谢梅洛老师的灯牌。对呀，是去找英姐了。你们俩干嘛去了？因为昨天去排练去了，排练一个啦啦。我跟你说，这是我第一次跳啦啦，你敢信？我以前都是随舞跳一下。什么啦啦？就是那个啦啦操 Love Live 的。哦 ，Love Live 哪个团啊？四大什么哪个团？谁组的？是因为周六有一个路演，你知道吧？9个人？不是3个人，我们跳的是千本露露那个征服的3个人的征服版的。还有谁啊？还有一个孙子团的一个子玉。哦，然后昨天就去。我说你们怎么穿的如此之就是练舞的穿搭，然后就来拍了个视频。我说干嘛呢？我就猜你们是在排练什么，我就猜到。对，就是穿了一个非常那个，而且你知道我们一遍过，就当时在等子玉的时候，我们在那跳，就是趁着半个小时跳了一遍，然后就去了。我就说。还有路演，对，不是这穿搭就很练习式穿搭，练习式确实很运动风了，是不是？对呀，平时录视频哪会穿这种？对呀，我说你们都不商量一下吗？直接就这么穿着就来了。因为我跟英姐商量过，但是因为她在那边上课没有带裙子，所以说就想又想的是练舞嘛，别穿就是太那个啥，就随便穿。确实。那怎么玩呀？既然我们先把人给拉够吧，我把那个派派洛洛看能不能拉过来呢？行。刚拉洛洛他都拒绝我，他可能在这个派派也拒绝我，我心寒了。我觉得他可能在跳舞吧。你那里有别的主播吗？我那里英姐、米米他有实力。小丽嘞？米米确实很有实力。哪个小丽呀？小丽不就是我们认识？小丽不是没在吗？哦。他在我包拉的，不是，我都没看他，我都没滑完，我就想是小丽，可能是因为和小丽玩多了，每次就是我就是每次就喜欢拉小丽啊。Hello，哇，这次没有拒绝我，太好了。Hello，我们要怎么玩呀？简简单单黑白配怎么样？就是结尾黑白配对吧？对 ，OK。欢迎小健 ，OK， 那我们闭麦喽。好的，好快呀！欢迎林天。哦，我的网易云音乐怎么下线了？可恶！谢谢人天的灯牌，我勒个豆！甜甜也太有实力了吧！欢迎南瓜，谢
谢春野，春野是不是又改名字改回去了？谢谢春野的灯牌，你是不是又改名字改回去了？我和英姐是的，我和英姐明天后天周六的时候有一个路演，到时候肯定会拍抖音的。欢迎成语啥呀？什么啥呀？我说你怎么又改名字了？哎，你昨天不是叫那个吗？难道是我记错了？谢谢自赏了2个小星星，在哪里呀？我不知道，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准备明天问一下在哪里几点，而且几点我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因为昨天是交那个审核视频，所以说我明天我准备明天的时候问一下，明天周五的时候问一下在哪儿，还有具体时间，就啥也不知道。肯定记错了啊！不是你吗？就有一个叫那个什么渊，帮我个忙，什么忙？6000多小，对呀，好有实力呀，家们！我们过2个人过加成哦，我们先把加成过了，一会儿会有1.5的翻倍哦。明天英姐把你拉去卖了，我才不会相信英姐会把我拉去卖了呢。谢谢自赏的小星星，谢谢0天的小星星。我们还差1个人过加成哦，家们。是那个，因为谢谢自赏的小星星，因为是什么？因为是那个就是我们也知道有这个活动的，就是一个那种 K-pop 的路演的那个，反正是一个挺大的 K-pop 路演，就是有很多比较像你们可能认识的一些比较知名网红都去参加过。然后呢，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在哪儿和时间，但是我这个路演我还是知道的，所以说肯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的。欢迎深念，我们10秒钟有1.5倍的加成哦，到时候有什么可以上什么，如果有墨镜或兔子的话，我就可以翻1.5倍了。欢迎福布，不要看向姐和一姐，我们昨天都拍了一个，但是拍的非常的那个什么，但是拍了一个非常的很日常的一个那个很日常的一个那个抖音。欢迎皮哥，我们加成中哦，家们，我们加成中哦。谢谢叔叔的小星星，我们1.5倍加成哦。Oh no！ 天哪，大家太有实力了！现在我是最后1名了，我们能破个100吗？跟他们一起打太有压力了。欢迎刀客塔，我们有那个墨镜吗？我们可以破个100吗？就是说，可不可以破个100啊？家们，就是能破个100吗？让我们不要。谢谢自少的墨镜，谢谢黑梦的墨镜。虽然，但是我们还有6秒钟的加成。虽然，但是我们还是最后1名。我们还有50秒吗？咱们就是说，这个甜甜太有实力了。榜他们3榜，对呀，太厉害了，都是过1000票了，太不容易了，我好不容易过了个100票，不然的话就是有点太难看了。但是他们确实太有实力了，我们能不能也过一个1000票啊？让我们看起来别那么拉垮。欢迎林中王，我们还有13秒，有奇迹吗？就是说。还有10秒钟了，欢迎蓝笑。完蛋了，估计是完蛋了。现在就要看运气了。欢迎皮皮，谢谢冰冰的灯牌。谢谢阿塞帮我打 PK， 老板大气，老板牛逼，谢谢老板。那我来配一配吧，来吧，黑白配。我是手心，那我们是手配，黑白配，耶耶！哦，我们加起来没有打过。
我觉得运气太好了吧，最后一名居然帮上大腿了。来吧，那就甜甜奖励吧，就差一丢丢。如果阿闪再送一个跑车，说不定我们都勉强加起来。我想看小龙女跳舞，可以吗？可以。好的。第3播间是哪个播间？1、2、3吗？好的，可以了。好，就跳这一节。甜甜老师，我跳舞了，我是被惩罚的跳舞。你奖励吧，我想不出来了。那就撒娇啊，可以换一个吗？可以带特效什么的吗？那你5分钟之内最后一句话带个喵字，可以吗 ？OK， 好的，喵。OK， 辛苦老师们了。拜拜喵，那我们下次再玩，拜拜。好，拜拜。欢迎依依。我们可以继续点赞哦，咱们。刚刚谢谢黑梦，谢谢自赏的墨镜，谢谢黑梦，谢谢自赏。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吗？就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刚刚可太惨了。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吗？黑梦和自少，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小岛？跳什么都好，好的。千里邀月，昨天是不是春夜也说了千里邀月呀？因为千里邀月没有那个团扇，所以说那个什么呢？季明月也行。哎，你是不是昨天也说了？我昨天好像也挑了一个季明月。行，那我们再挑一个季明月。我们先都买金嗓子了，先尝时间啊。你确定你不是昨天还说你不知道那个吗？你不知道那个你那个什么时候结婚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风行居士。那我们挑一个扑通扑通吧，然后一会儿再挑一个季明月。我们等到2000点赞的时候再挑个季明月。我们可以点点赞哦。欢迎小鹿，在等不冲突肯定是。那你可以问一问嘛，你问一下你的朋友，你问一下他具体什么时候，你问一下，不要到时候你票买了，然后发现时间撞了，那你这样退票的话还得扣手续费呢。噔噔。
一整颗心扑通扑通的跳不停，一见到你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偷偷向你靠近，偷偷传递爱意，偷偷的等待着你的回应。像电影一样烂俗的剧情，我又在街角撞见了你。干净的球鞋，简单的 T 恤，转过街只留下个背影。虽然说蛮热的，我不相信那些所谓的一见钟情。可不知不觉我才发现你早已经闯进我的少女心，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像你那迷人的眼睛，打乱了我呼吸的频率，一整颗心扑通扑通的跳不停，一见到你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偷偷向你靠近，偷偷传递爱意，偷偷的等待着你的回应。怎么买机票？欢迎阿欧。那你对呀，我的意思，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到时候你买了机票，因为像机票这种东西，它因为像机票这种东西肯定得提前买嘛。但是如果你买了机票的话，如果到时候又冲突了不能去，到时候你退票还得扣手续费呢。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把这个事情确定了之后，你再说要不要来的话。当当当当，我们可以点赞了，我们点到2000赞给大家跳鸡鸣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开车去吗？我们不开车去，因为我们都是成都的嘛，到时候会有那边主办方来接我们，到时候我们肯定大家都是一起去的，到时候那边会接我们去，接我们回来，就是主办方那边有车，因为我们都是从成都出发，然后芳姐她也是从成都嘛，然后还有其他妹妹也是从成都，大家都是从成都出发，然后就会有人来接我们，所以说这点还比较好，不然的话我们肯定不能准时去，到时候肯定不能准时去，而且也肯定是不能就是怎么说呢，肯定也不能就是万一比如当天去你因为各种交通原因导致没有办法按时到的话，然后影响流程之类的，所以说肯定还是会那个就是会有人接送我们的。你要送啊你要送开车带我去而且就算是我自己去，我应该也不会开车，太远了，我自己一个人还没有开过这么远的车，这么远的地方，我自己一个人我感觉我最多就是开回家，就没有开过更远的地方，太危险了，而且还是从成都出发去绵阳的话还得走高速，起码虽然说成都到绵阳也不远吧，但是还是得开车两个多小时吧，2-3个小时。欢迎哲哲，把咱粉丝团有驾照的拉上几个，就100公里我看100公里我也不行，没自己开过这么远的地方，我感觉我开过最远的可能就几十公里，可能开去双流还是哪儿，我感觉开回家都还是挺近的了。谢谢蛇念的点赞，我这个刘海真的是去当司机，车技我很怀疑，什么车技很怀疑？林念会开车吗？你很怀疑他的车技？看吧，我如果去的话，我来开100公里，反正我就算
就算那个啥的话，我也不会去，我也不会开的，因为我不敢开这么远。当当当，但幸好是有人接送我们，而且当天来回都有人接送，挺好的。我开车也可以，我开车超稳的，因为很慢。买辆萝卜快跑，萝卜快跑不是就是哪个城市有那个萝卜来着？好像我之前刷到那个是武汉，就是它有萝卜，然后就很多时候高峰期，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造成拥堵的都是萝卜，在那儿缓慢行驶，然后造成拥堵。哪是有哪是刹车啊！塞到行李箱里，我又不带行李箱，我当天来回带什么行李箱？我带个人就行了，我带个人带个小包就行了。欢迎所有睡不醒的兔子，我们可以继续点点赞哦，家们。SUV、轿车、商务都能开，想做什么？那你还挺厉害的。但是我想说 SUV 轿车商务这些不都差不多吗？只是说车的大小，就是比如说你习惯性开小车，你突然开大车的话可能会把握不好，就比如开很窄的路，把握不好两边的距离，然后容易跨着。能把自己塞到你的小包里吗？可以啊，让你塞得进去的话你要塞得进去的话当然可以的。拖拉机是还得专门考个拖拉机的驾照吧，又不是说想开拖拉机就能开的。你在说我没有在说你我没有在说你，因为我的车我自己也擦过，就是跨过，因为我是属于我是肯定是开不了 SUV 的那种，太大了肯定不行的，我最多只能开个小车。5系够长，比一般车，反正我不懂。欢迎墨色烟花，欢迎万重山。我们可以点点赞哦，家们。5系丢地库了，什么5系？开现代回去。哦，你是说你的驴吗？长发及腰真好，我的头发我头发长得真的很好，又长又好，驴太费油了。那如果费油的话，那确实还是少开一点。我感觉我就夏天头发长，你披着头发就跟穿了一件衣服在背上一样，巨热，很热。而且冬天长头发也不好，夏天长头发很热，冬天长头发会有静电。就是我老是喜欢把头发给辫起来，也是因为冬天头发静电静的就是靠近，然后就全部被吸走了，就很恼火。你也想长发及腰你想长发及腰多容易啊，小姐，你买一顶假发就可以长发及腰啊。你想要长发及腰的话太容易了吧，你买一顶假发就可以长发及腰了。重庆可能去成都，国庆啊，我想国庆去来成都玩吗？我们现在到了青铜一了，终于有段位了。国庆我想去，但去不了。我知道你要那个什么，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谢谢白白点赞，谢谢深夜点赞，谢谢黑梦点赞。你哥在成都，那挺好的，那你直接来找你哥玩就行了，还可以让他带你玩。我国庆还没有想好呢，因为国庆目前的话就只有3号有活动，然后其他的时候好像还没活动，我都还不知道去要不要出去玩，回来我就不去了。所以说你哥是在成都上班是不是啊？还是出差呀？
不好说，到时候再说吧，没关系的，反正现在到时候如果去的话，像林天如果去的话，到时候他可以拍视频，然后发给你们看。欢迎天空。你可以让他代拍。欢迎美车有爱情，但是你要看他愿不愿意，就是说。欢迎阿英，谢谢阿英的灯牌，晚上好呀阿英。不发我自私，挺好，那不发最好了，偷偷的不给他们看。欢迎，好，晚上好。成都上班，国庆也开课了哦。嫂子回家见家长，那也挺好的。我最近也开始进二次元番进军了，挺好的。二次元番，那你在看什么？我最近看国漫看的比较多。欢迎很少评论，反正之后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机会嘛，也不用着急这次，而且这次我都不知道周边有些什么，到时候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库存之类的带给你们。我们可以点赞哦，家们。我今年第一次啊，什么今年第一次？哦，你是说那个活动啊？确实是了，确实是了，还是10月份？对，确实是了。10月份过完就11月、12月了，是不是？确实是哈，今年第一次了。谢谢你们的灯牌。那也没办法，有都算不错的了，希望之后会好一点吧。谢谢姐姐点赞，都同意了，我又要准备红包了，又要准备红包。但是同意了之后又不一定会马上结婚呢，你可以结婚的时候再准备啊。我可才是要准备红包了，可恶！我才是要准备红包了。我昨天跟英姐还在说。还在问他们准备多少的红包，我才是要准备红包了。下周要去参加婚礼了，今年都要过去了。对呀，今年都要过去了，太难了。你要干啥？什么要干啥？12月可是大日子哦。他说12月可是大日子，12月有什么事情？什么一部番谈完办完？这什么破轮？这是什么？我没看过这个番，刚看了2集就不想看。你找一个能看进去的呀，要开始人情世故了。对呀，我昨天跟英姐还在说包多少红包的，然后因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习俗，因为英姐要去当伴娘嘛，然后她就不知道伴娘需不需要包红包，但是不知道习俗，就是觉得万一他们那边习俗没有，就是说伴娘不用包红包这个的话，他就决定还是包一点。然后我到时候肯定会问大家包多少，然后我包多少红包。这是我第2次包红包，这是我第二次就是自己就是不是跟家里面去吃席，像以前参加婚礼都是直接跟着家里面去吃席就行了。这是我第2次自己就是还要包红包参加婚礼的。但是不一样，就是那个伴娘有钱拿和你分红包不一样。她伴娘确实是有钱的，就是有红包的，但是你分不分红包给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不知道这边习俗是怎么样的，就每个地方好像不一样，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为有一些地方是伴娘不包红包，有些地方是伴娘也要包红包，我也不懂。新人给伴娘红包，对呀，
就是像我以前当伴娘，我以前跟我姐姐当伴娘的时候，是我家里面就是我爸妈，因为我跟我爸妈去吃席，我爸妈是包了红包的，但是我因为我还小，我当伴娘的时候也是上大学嘛，然后我没有没有那个，因为我是跟家里面一起去的，但是他们会给我红包，因为我是伴娘，他们就会给我。但是像他一个人去的，他就没有家里人，就是他一个人去的，所以说不知道他需不需要给份子钱，但是他肯定会收到红包的，就是这是两回事儿，这种随礼是自己的。对呀，对，就是自己随礼是自己的，他给的红包是你当伴娘的红包，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敬酒收红包，拿一个厚的改成自己的名字，这个好，悄悄的，是不是？悄悄的都不知道，反正收了红包，笑死了。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边习俗是什么，反正我是要给份子钱的。笑晕了，我们昨天还在说要给多少的份子钱呢。就是你给多了吧又觉得好贵，给少了吧又拿不出手。现在这个年代真的是，同学结婚他们去当伴娘也给红包。对呀，就是说嘛，所以说这个得看习俗，就是每个地方的那个不一样。找了一个终结的是天使，这个不知道，你可以去看很多啊，很多番都很好看的热血番，比如说像什么鬼灭呀，还有那个咒回啊，还有反正挺多这种类似的，反正我看过。最近那个怪兽8号又出第2季了，这个也挺好看的，就反正挺多都挺好看的。漂亮，刚刚来电话，声音大，乔迁随礼就完事儿了。挺好啊，大家都乔迁啊，乔迁也要随礼，真太不容易，什么都要随礼，看关系收回来的，确实是。准备带小丫头去，那如果你带小丫头去，他们会给小丫头钱吗？600吉利，谁也说不出什么，确实是。带他见见我姐，那你姐会给他红包吗？你要这么说的话，去当伴娘的话，那肯定不能去抢风头啊！而且我不能再当伴娘了，因为我们这边有个习俗，就是不能当超过3次的伴娘。我已经当2次了，我不能再当了，因为伴娘当多了，就是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就是伴娘当超过3次就嫁不出去了。所以说我已经当过2次，所以说不能再当伴娘了。又秀恩爱，全职猎人也行。对呀，我是说，还有那个小排球，你也挺好看的，很青春少年了，很多好看的番，像那种看不进去的番直接弃，直接不看。领女朋友第一次回家，家长都是有红包的，但是我听说就是，比如说你领女朋友第一次回家，但是如果家长不满意，或者是家长没给你红包的话，那就说明有点悬，就说明他可能对你不满意，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呀？我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老贵了，什么我勒个豆，买不起，4万多一瓶确实贵了。都有女朋友了，就还是那我们这一群人不就只有白白有吗？笑晕啊！我爸老早知道他没红包就是不满意，习俗不一样。对呀，我就是说没红包应该就是不满意吧。那作为女生是不是应该识趣一点，像那种你第一次去没有红包了，然后就识趣一点，然后就不去了，然后就该考虑分开了，是不是？欢迎望天，居然还有这种，还是这种人情世故啊，不懂。欢迎不可惜，谢谢白白点赞。但是第一次领回家不能空手，对呀，不能空手。但是我觉得如果第一次没给的话，第2次给应该也就是后面观察几次给应该也行的吧，应该也不至于第一次不给就是不满意的吧。就是感觉这种好难拿捏。欢迎兴奋大母后，给我准备3万红包，我要去河北走一走。
你准备个3万红包干嘛？你去河北走一走，你要干什么？谢谢大母猴的灯牌。你为什么要准备个3万的红包去河北走一走呢？这个3万是有什么含义吗？要是我带女朋友回家的话，只要是人类，爸妈应该都会满意的。为什么你爸妈这么不挑吗？阿姨，只要是个女生就行，是不是？是个人类，那万一是男生呢？只要是个女生，是不是？不管这个女生是什么样的，只要是个女生就行了，是不是？我就空手回去一趟。那你是因为太熟了吗？那你们俩是因为太熟了吗？一般不熟的话，如果你空手的话，会觉得你没有礼貌吧，有点讨厌人情。我也不喜欢人情世故。现在我就是像我那个什么，哇塞，谢谢我林天的新守护，谢谢林天的新守护。像我什么过年逢年过节我都不想走亲戚，我就不喜欢这种人情世故。升学宴长辈我去了，好别扭。对呀，就是不喜欢这种。过周末陪我回去一趟，红包都算你的。真假的？到时候拿了红包咱俩平分，抽给你楼上精明的。到时候拿了红包之后，我6你4。没办法，这种人要对象，那以后上山都不用找了。怎么会这样？你不要太小瞧自己了，阿姨。人情世故全是人情世故。对呀，我也是，我一点都不喜欢人情世故，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而且我昨天听英姐说，因为英姐现在不是在小学嘛，她都说现在小学招生就是3年级能招11个班，现在1年级只能招满打满算招4个班。我天哪，这个出生率也太低了吧！现在就是结婚的少，生小孩的也少了。红包不多，我这边红包多。那这样好了，我挨着走，一个一个走，走完之后，到时候拿的红包，然后咱俩就可以分，都能赚点，都给我。我挨着走，每家每户都走一遍，然后过一个年我就成为小富婆了。光过一个年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是不是？我喜欢收红包，都去，挨着去。今年过年挨着去，排好档期，一个一个去。哎呀，笑晕了。老多了，亲戚老多，亲戚也会给吗？应该不会吧。早晚会经历这个，所以说我不想经历，也不想长大，就很不喜欢这种人情世故，很别扭，很不适应。8万8，天哪，有点高哦。这样的话我就挨着去完一个过年，去完收一个红包钱，我就直接可以成为小富婆了。头上戴4个9给靠边站，4个9给靠边，就是白白你那个4个9什么时候改回来啊？我给小怪兽18块8，18.8什么？18块8还是18.8个 W？ 你18.8是什么？是后面的单位是元还是 W 啊？我不得不长大。月底哦，就是占有欲爆发的时候改回来。我昨天还是前天，我昨天的时候我还看见我大学同学，就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学校在四川还是有4个还是5个还是6个招生名额嘛，然后有一个同学，虽然他跟我不是一个班的。哇塞，这是什么？谢谢白白的情谊，情其意中人。这是什么新特效？好久没看这新特效了。
谢谢拜拜，谢谢熊拜拜，让你叫你给你牵线，我要怎么牵？我都不知道怎么牵，我没当过红娘，我要怎么牵？那你什么时候改？啊？拜拜。我昨天看我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也是一个年级的同学。他昨天还发了那个照片，就是订婚的，好快啊！这位同学都结婚了，那必须牵线。我最后一次伴娘得留给非常就是得有点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果是小怪兽比我早结婚的话，那可能是小怪兽去给他当伴娘，但是他请我哈，但他肯定会请我。但是他要邀请我当伴娘才行。他虽然可能会请我去吃席，但是他要看他要不要请我当伴娘，就是说月底才能改。哦，谁呀订婚了？谁？我大学同学，欢迎林雨峰，还伴娘。我倒是愿意给小怪兽当，我还有2闺蜜呢，但是如果他们早结婚的话，我也可以给他们当，就是看谁先早。如果他们早的话，我最后一次看哪个早就去给哪个当。伴郎还有3次机会，伴郎还有3次，通通结婚。现在还小，像我闺蜜2个，我2个闺蜜，她们2个现在就是家里面都不催他们，我觉得挺好的。就还有一个还在上学，可能还在上学，就是可能就觉得还小，还没有工作就不会催。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管得比较松。伴郎，启龙那边我第4次，哇塞，你第4次了。那你们那边可能没有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这种说法的话，就无所谓了。30岁都不晚，但是女生30岁就不行啊。男女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很不公平。别提秦皇岛，小健是不是现在提秦皇岛，然后就很难受啊？心痛，心拔凉的。啥说法？就是比如说像过3，像我们这边就是女孩子不能当3次伴娘这种说法，就是可能每个地方的那种说法不一样嘛。你有小丫头啊？你确定小丫头就是确定了的吗？就是没有确定的事情都有变数的，你们知不知道？像我上高中的班主任，我上高中的班主任，他跟他的对象谈了9年，从高中开始谈到大学，然后谈到毕业，然后后面都准备订婚了，就最后还是分手了呢。9年哦，天哪，我觉得很离谱这种时间。所以说不定哦。发动关系，上门提亲，那也不能对我提亲啊。此生不踏入秦皇岛，1分1毫。那你不去秦皇岛旅游吗？那你可以去秦皇岛旅游啊。黑色奥迪 A4 又杀人诛心啊！拜拜，杀人诛心啊！咋了？深情败给现实了呗。我一会儿给你们讲，小龙姐怎么又来找我？我可以找你过个任务吗？过什么任务？就是让我赢一把的任务。行吧，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就纯唠。如果你们那边没上课的话，我们后面上。你这个是什么任务啊？就是手胜吗？就是那个胜场任务，我还差1把胜场，我愣是1把都没赢啊！不是手胜，你刚刚都打过了吧？手胜是手胜，它还有胜场啊！就每天要打2把胜场，就是4把 PK 里面有2把是胜的，不是手胜也没关系。但是我愣是那把就没打过，我就还差1个胜场，1-2，我现在还差1把呢。哦，打2个胜场有什么说法吗？就是过任务。就是那个段位啊，升段位的那个东西。升了段位又能干嘛？我现在段位，天哪！我现在段位都没过，就没超过白银。其实点展馆也毫无意义，但是你就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吧。哦，好吧，那你来吧。好吧，
我们后面再上，万一如果你们家突然上了个大的，我们即使上一个小的也打不过，我们就不送了，直接省着。我请问，就是万一你们老板就是在，比如说我跟你说好了，说哎。江姐那边老板先不要动啊，让我们赢一把啊。然后但是万一你们中途来了个老板说，哎不行，我们江姐怎么落后了？我要狠狠来个大火箭。我要是赢的话，我刚刚4人局我就该赢了。不好说，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碰到老板，万一这个时候老板又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希望能遇到我的老板。欢迎胆小鬼。好。江姐最近的榜一大哥怎么了？你这榜一榜二怎么了？感情淡了。感情淡？怎么回事啊？感情淡了吗？哎，白白，你可不要因为我在激你，你这儿突然来个大票啊！我真的很想在0点之前赢一把。今天还有20分钟了。你们让我赢一把好不好？到时候你们想怎么揍我都行，让我赢一把，谢谢。感情淡了，我跟你们感情淡了吗？我都不知道。真的，你们0点之后去0点之后去带酱姐整一把手胜啊！你们可以0点之后来揍我，但是现在让我赢一把好不好？我们家就没有多的，我们就准备了30块钱，我们没多呢啊，没钱了，一滴都没有了，就打个30块钱。自留的牌。我提前我直接开出底听见了吗？我家就30块。白白说被小丫头束缚了，果然啊，就是输。感情淡了不爱，真的吗？不爱了吗？林铁，啥情况？我要看你们家弹幕。他在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让那个，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要让那个龙姐赢的情况，水自流。对，你们这把不要把正姐送了，谢谢。就是，不要再送了。谈感情伤钱啊！谈感情伤钱，笑晕了。因为他要过任务。干不出，看见了吗？小丫头叔叔什么小丫头？小丫头就是他的。你有对象啦 ？Yes。哎，我就知道，我这边的很多老板也是有了对象之后就不怎么刷了，笑死了。所以你们都不准有对象。好真实。不要谈恋爱好不好？酱姐占有欲很强。我刷礼物了。酱姐占有欲很强，不想你们都有对象。我对象叫小歌手，好，笑死了我。干嘛？刚刚我看你们弹幕说什么龙女，我真的不上吗？什么意思啊？是想偷一下是不是？谁呀？我看那个小贱，谁？他应该是真不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绝对不会带他开对象，真的吗？春野，好不好？求求你们了，让我赢一把。真的不会。你偷什么呀？你偷！你不要偷啊！真的神经啊！刚刚在打大 PK 的时候，4人 PK 的时候，你咋不偷个塔？真的是爹老周的一束花开。他要偷的把龙姐气晕。哎，这个人我在空梦那里也看到过，这个人是空梦的老板吗？还是你的老板？怎么回事？小健怎么回事啊？我在空梦那里也看到过那个刘小健。小健怎么回事？小健。但是刘小健这个 ID 他后面跟的又是草莓啊，怎么回事？小健怎么回事？他说你在空梦那里看见你当老板了，把我笑晕了。偷也悄悄的打出现叛徒。太好了，我们过完这个任务了，感谢了。好读，可以，下次我过任务我要整我也找你。可以啊，你过任务来找我吧，我们两个跟着纯硬唠。好的，好，拜拜。我笑晕了，出现叛徒。我们刚刚4人的时候就该赢一下的。我刚刚要跟阿欧说什么来着？我看一下，翻一下上面的聊天记录。哎，刚刚阿欧说什么来着？我说一会儿说来着。今年不行了，什么今年不行？大
打枪敌不要悄悄地进村，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打枪敌不要悄悄地进村？刚刚阿欧说的是什么啊？欢迎娃娃叫。我怎么翻那个没翻到？感情说到我想起来了，就是谈前不是是说到那个，我不是说我老师吗？就是谈9年的那个，我好像他们好像是因为就是吵架，然后再加上那个男生想结婚，然后我们那个班主任呢，他可能刚毕业嘛，因为那会儿他带我们的时候，我上高1的时候他带我们是他带的第1届学生，然后可能就重心放在那个工作上多一点了，然后可能你知道吧，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不结婚始终会出现问题的，就是肯定会会有很多矛盾的，然后他就可能男孩子觉得我们老师可能就重心在工作上没有关注他，然后再加上那个男生的爸爸好像生病住院了，但是我们老师好像当时没去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事情，好像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什么班会还是什么东西了，然后就是那种最终没去还是没关心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因为这个事情反正就吵架了之后可能就一个吵架就带动了之前的所有的矛盾都迸发出来了，然后就可能一气之下说了分手了之后也没有，可能碍于面子的问题也没有和好，都互相不想给台阶下，也没有和好，然后就分手了。然后后来那个男生好像就没多久就重新找一个就结婚了，就很快。然后我们老师当时还挺难过的，就是很难过，因为我们刚上高1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上晚自习的时候，有一次还带了她的男朋友一起来的，然后她还跟我们说，我们当时因为是带了第1届学生嘛，始终第1届都会上心一点，她当时还说让我们去她婚礼跳舞呢，她当时还说让我们班都去，就是她结婚的时候，结果后面就高2的时候就分手了，就是我们当时都觉得很可惜，要面子受罪。我觉得可能不只是这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才导致的，毕竟9年的感情还是蛮深的。我一个朋友女生，她那领完证没办婚礼，发现男方只要喝酒就，那为什么她没有提前发现啊？喝酒就家暴，领了证没办婚礼，那就不应该这么快，但是因为领完证你再离婚始终都是2婚了，但是还是好危险哦。他们是不是认识的很快，了解的很快，之前没发现？所以说一个人还是很能装哈。他们俩如果谈很久的话，就在一起很久都没有发现的话，只能说那个男生很能装。这都没被发现，喝酒就要家暴，吓死了！不到1年，那还是蛮快的。如果不到1年的话，是蛮快的。我是觉得真的家暴太吓人了，家暴赶紧逃，还是命比较重要。就是说，欢迎白白这么快喜欢，欢迎842。所以说我说很久，真的如果谈很久了，真的都如果还不快点那个啥的话，就很容易出问题。别闪婚，这东西慢慢品吧。对，太危险了，闪婚。开始你们的故事，让我解析一下。本来今年8月份办婚礼，两人去年5月份就领证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觉得结婚是应该先办婚礼，还是应该先扯证啊？因为我一个表姐，就是我之前说到过一个表姐，就是她当时跟她的那个第一任的时候，算是她的初恋，然后就是因为结婚扯证和婚礼这个事情，然后两家没谈好，然后分手了。当时我那个姐姐她就是很难受，在家里面就是难过了1个多月，就是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上班，就是工作也辞掉了，然后天天哭的那种，就是走不出去。后来在家天天哭，然后没事啊打王者，然后王者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就是缘分。她的第一任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扯证和婚礼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然后分手的。先订婚，顺便不应该是先订婚，然后再领证。但是因为我姐当时是因为他们说的是让我姐是先领证后办婚礼，但是因为他们那边太不靠谱了，所以说我姐就觉得说是有可能你领完证他就不给你办婚礼了，所以说我姐当时说的是领完证就要办婚礼，但是他们又不想那么快办，但是一般就是你领完证很久不办的话就不想办了，所以说就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没有商量好就分手了。先扯证再办婚礼，先办婚礼的少，我也觉得哈。先见家长商量好订婚再扯证。王者百星了，所以说你还别说，我表姐活生生的例子，他们俩就是我现在表姐孩子都快上小学了吧，就是他俩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上任分手太难过了，在家1个月，然后前半个月就很难受，天天哭也不吃饭，他们就是爸妈都很担心，还让我妈去劝他。那个时候我在上高中，上高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会听我妈说一下，然后他后半个月可能好一点了之后，他就天天在家打王者然后打王者就遇到了他现在的那个，也就是打王者认识的，玩游戏认识的，跟你们不一样，我跟小丫头关系。对呀，你们那个是纯的，你们那个好像青梅竹马哦，百星，你搁这百星。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林天真的好厉害啊，你百星怎么这么厉害？谢谢原来的灯牌，你太厉害了。正常的顺序都是先订婚再扯证，然后正式举办婚礼，确实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没谈妥，还是因为男方那边太不靠谱了，他们家里面一点都不重视他，就是给女生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才导致这样子，而且男生也不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男生大晚上12点跟一个女生吃烧烤被我姐知道了笑死了，果然都不是好东西。抚平上一段感情，对呀，就是说撂不动你来问我纯废物啊，我笑死了没空打，自己偷偷打。你咋知道撂不动呢你应该向那个学习一下，让我上麦。你要说什么？你要上麦，你要说什么？我是好东西，适合怪兽，笑死了。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我姐知道他跟一个女生很晚吃烧烤之后，我姐问他，但是那个男生就是态度很不好嘛，很敷衍，然后可能也因此吵架，然后再加上那个没谈好分的吧。然后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我姐实在是有点太猛了，把我妈都吓到了，因为当时她不是不吃不喝嘛，然后天天在家把门关着，然后我四姨就很担心她嘛，然后她就让我妈去开导她。我妈知道我姐这种情况之后，她上高中她就给我灌输一种什么思想，我妈就一直跟我说，她说以后你谈恋爱你不能像你姐这样她说你不能就是在不了解对方的就是真心面前就是把真心付出出去，他说到时候你就会像你姐一样受伤。他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讲了，我笑晕了。可能就是因为我姐把我妈给吓到了吧，因为我姐当时真的太有点太极端了。小怪兽来了，小怪兽哪来？没来啊，没来啊，小怪兽没来啊。打怪升级你不聊永远一级总料就是满级，说的是这话题。都安静什么？小怪兽没有来呀，小怪兽哪来了？还有猛剑士，
我不是那种人。你知道我当时反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她说你看你姐，欢迎好好，她说你看你姐，一天天的太不让人省心了。我们可以点点赞哦，家们，我们现在才2400个赞。是那种人吗？我觉得你们都不是。我来给你们解析，你要解析什么？我笑晕了。然后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也这样跟我说。所以我觉得我从小被灌输的就是从小就是被灌输的这种情感，就是说要学会先保护自己，就是要先爱自己，就是要这种。可能是也是因为我妈怕我就是如果太纯洁的话，就是太那种单纯的话，很容易受伤。小怪兽没在，我承诺。对呀、啊，你们刚刚说小怪兽来了，我一直在看，我说小怪兽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小怪兽？感情伤害，明确自己到底是要找啥样的。但是你该说不说，如果你真的付出真心的受到感情伤害的话，是真的会很难受的，就是会让人很难受的。咱这10几个人的粉丝团，确定是粉丝团吗？情敌团，笑晕了。哪有10几个人的粉丝团？你说是会员群吗？反正我不是，你们打，我还加油。你已经成长了。想跟小怪兽，不是所有人都是。你看小健，他就是一心想着小怪兽。小怪兽还在问我，他今天还在问我那个，川西那个稻城好不好玩呢？笑晕。我说我都没去过，他问我好不好玩，哪有平稳的感情？但是有好不好的人啊。小丫头吵过架，那吵架肯定在所难免的。那你要看这个人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好玩，负责攻略。哎，你会吗？你玩过？你去过吗？小健，那个稻城亚丁。小怪兽还钱门票还没给，笑晕啊！对啊，小健后面都改成小怪兽了，就是从什么时候上周就改了，反正改挺久的。从那个第一次改的时候，反正白白999也是那会儿改的吧，应该是。无敌的存在真好呀！谢谢白白点赞。难受是一定的，对呀，难受是肯定的，这才哪到哪。要不以后碰到这种事情扛呀。我想，我是很好奇，水自由，你遇到过这种事情吗？我感觉你说的感觉你应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吧？你遇到过这种事情吗？别提我的事，不专一呀。但是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我出去行个检。好的，什么事你细说一下。就是你999的事，49的事。还要碰到多，真假的？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扛压了吗？那你碰到多了，你不会出现就是出现那种反应吗？就是在面对一个的人的时候，就受伤受多了，不会出现那种，再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敢完全的付出全部的真心那种啊？难道就没有那种保护意识吗？因为很多渣男不是惯用口语，就是因为受了情伤受多了，所以要怎么样呢？二货千锤百炼，好好来备战。仅限于怪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怪兽还有个妹妹，家们。不错了，确实很好了。当当当当当当。
会付出，但会有所保留，保证自己能接受的结果就行。那你怎么能把握这种度呢？万一你跟他相处的越久，就越，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哪怕你，我觉得哈，就是哪怕你刚开始对他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相处久了还是会有情感的吧。而且你付出的情感越多，你就越难抽离出来。说好了包他的呢，就是你们说好了包他的。怪兽妹妹买的，怪兽妹妹买套房，那怪兽妹妹直接被你收买了。要是我有一个姐姐，那个姐夫给我买套房，那我直接说姐姐你就去吧，你就安心的去吧。分人谢谢鱼子酱的灯牌和闪耀，你不是说要包吗？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可以难过，不至于让自己走不出来。如果是能让自己走出来的，说明都还不够深。如果深的话，可能真的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难道对小怪兽的感情假的吗？丫头举报表有花园，笑晕了。确实是没有走不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时间始终是会让人走出来的，就是时间久了，始终就是再难割舍的都能走出来。你举报不到他，能举报到小怪兽呢？但是你们这样莫名其妙给小怪兽举报会很奇怪耶。谢谢姐姐的灯牌，现在小怪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小怪兽都不知道怎么个事呢。小怪兽还是太哀了。谢谢人天的灯牌，让小贱丢脸就行。小怪兽不认识我，对他不知道你们谁是谁，他不知道你们谁是谁，他只知道有哪些人，但是他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咦，Q 胡年，感情是假的。一次生二次熟，那个帅气的光头，但是你要说光头，他肯定就会想起来。反正他又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是他对不上号，因为他跟你们他不认识嘛，他对不上号的。一起多玩，对，你们如果多认识的话，那肯定就熟了。上大学的时候，省那个学校没去，为了离开那个女生啊，跑到外省了，结果然后不也没结果吗？那你跑到外省的肯定没结果啊。但是我是觉得说，我觉得你为了一个人拿自己的前途就是来做赌注，或者是我觉得不划算。那个女生在外省，所以你就在省内了，是不是？你是说那个女生在外省，然后你也跑到了外省，然后就是最后也没结果，是不是？是这个。所以说我说你不能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就是像我妈给我说的，就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够那个什么，你才能够爱别人。来北京吧，什么都有。所以说我说你不能就是把自己的前途压在一个女生身上。来酱姐，那她来打扑克吧。打扑克什么扑克？手机上玩扑克吗？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他打游戏挺厉害，他打王者很厉害，你还别说，他打王者，上大学的时候打王者就很厉害，他打王者，他跟另一个妹妹打王者老打到王者，但是他一般最多就能打到王者30多级。
要说厉害还是林天厉害，能打100星，他最多能打30多星。谢谢呆呆的灯牌，谢谢深念灯牌，一起干瞪眼。下次我问一下他会不会。谢谢小健的灯牌，我们可以续灯牌了，家们。所以啊，我就有所保留了。对呀，我所以说人都是会成长的，就是你经历多了之后，你就会成长，你就会慢慢学会应该怎么做了，怎么调节了，怎么把握那个度了。谢谢阿英灯牌，谢谢白白灯牌，谢谢阿欧灯牌。门票是帅气的光头人。给小怪兽说。好，真的假的？咱们小件包完了吗？还是怎么说啊？我要怎么说？我可以传达的。谁呀？也不算吧，反正就是哈工大和燕大的选择。那如果这两个差不多的话就还好，如果是放弃了更好的话，那我就觉得不划算。欢迎鱼子酱，送个9万字。所以不能怕，该进的还是进的。确实，该受的伤还是得受伤，是不是？笑晕了。咱们必须传达一下啊！传达什么啊？光头哥哥49哥哥，传达什么？你们还没给我说我要传达什么？谢谢深念点赞。比较亏。所以说啊，那还是亏了嘛。小健哥哥包他的门票的事情，欢迎自赏啊！小健全包了吗？小健全包了，那我告诉他一下。我也3月回来了，欢迎回来。北京工作负责传达你来北京，他应该不会来北京工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他比我还恋家。就是我让他来成都跟我一起，他都不。我之前就是说，我说你来成都跟我一起，然后他说他不，他说他妈不让他走，他妈不让他离开他家，就是他非常恋家，就是他妈都不让他出省的，不让他出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上班。小怪兽是谁？小怪兽是我的室友。不包说明地位不高嘛。女孩子离家近点挺好。对呀。当时我还说让他来，我说你来的话你就跟我一起住。他说他妈不让他来。他让我跟他包吃包住，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只能包住不包吃。我说那不行。建哥搬家直接这家直接搬，工资1万，真假的？建哥直接去啊？真假的？真假的？我回头给他说一下。他每次都在说他工作很麻烦，但是他现在工作挺好的。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很恼火，但是他现在慢慢上道了，就还好了。他刚开始的时候容易反正偶尔会被领导说，那现在已经不错了。上次他跟我说的时候已经很好了。欢迎之江，门口都不肯包，直接去。哦，笑死！他不是包了吗？他包了还是没包啊？我也不知道。那我要说什么？直接在去那边成立一个分公司，这么厉害吗？成立分公司，能不能让我去上班啊？能不能在成都成立一个公司让我去上班？我现在就还蛮想上班的。欢迎大布丁。谁来成都开一个公司让我去？让我来任职。我可以出去。
摆摊书摊卖烤肠，谁敢管？小贱人，你在成都开一个，你在成都开一个，让我来上班。你来当摊长，我来当摊长，那和我摆摊有什么区别？咱俩一起摆出去。话说现在让你天天早9晚5，那肯定坐得住啊。那你们不会觉得朝9晚5的很好吗？就是很舒服吗？可以啊，我完全 OK 的。我以前就是我实习的时候虽然没有朝9晚5，但是暑假的时候也朝9晚5。不对，暑假的时候是早8晚8，早8晚8。暑假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实习是实习了大半年，然后实习大半年之后，然后就是暑假班的时候，就是早上8点半上课，8点就上课，还是8点半，还是8点钟，反正挺早。我当时6点多6点40多就要起床，7点钟就差不多起床，就是收拾完然后就要去然后去上课，然后要上到晚上8点，巨累巨累。传媒什么传播媒体，以前有公司，现在没公司。以前是有公司，一人出钱，一人出力。以前是有公司的，去年都有公司，今年从公司解约了，今年公司解约就没有公司了，现在就是一个人。都觉得时间不自由，我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样会给人很稳定的感觉，我不会吗？感觉好的主播直播完，让这么上班待不住，我感觉我能待得住的，只是现在没有这个机会能让我待，找不到这样合适的。他说成立降传的公司，谁说成立降传的公司？真假的？哦，你是说江南传媒有限公司？我还以为你说我现在有没有公司呢？谁来给我成立一个公司？保证亏的连裤子都不剩。河北各省领导对会，如果他想没问题，真假的他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不一定分公司，现在没有绝对的稳定，但是现在私企都不算稳定。欢迎姐儿，晚上好呀。虽然确实，那你说现在什么稳定？考公考编这种事业单位稳定，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妈现在都在说我，她说你让我去考，但是我不想考，还是不是很想考，主要是不想学习。小云，安排，对啊，给我也安排公职或者1、2类央企，这种稳定是不是？但是进这种地方应该都比较难吧？我感觉现在要求好高哦。要是我现在今年是毕业的第2年，要是我刚毕业的话，我可能都会像英姐去考个研啥的了。但是因为我都毕业2年了，所以说我也不想去那个逢进必考。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好难，进去还要考试。小怪兽钱。我这专业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你知道我是什么专业的吗？但是还好啊，像我大学同学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很少，包括小怪兽他也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可能有2/3的同学，甚至2/3的同学都是从事本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就没有从事本职，可能有少数还是从事的本职工作，就是从事的是你专业的工作和专业相关的。
准备去私聊他了。私聊他啥呀？你们可不能太冒昧了，就是说报一些不限专业的。对呀，对，但是不限专业的，你是说什么比较限制？你说工作吗？还是什么？还是说考试啊？不需要有人就行，受不了了。你去私聊他什么啊？你私聊他什么？你不要太冒昧了。公职哦，招聘都会那确实是。我想想，我们大学同学有去做什么的哈？有去当演员的，有去做电商的，有去当那种就是公司里面的就是会计算账的，有去当那种版权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做版权的那种类型的，反正什么都有，啥都有，很设计很广啊，就是说。你要说我最羡慕的还是去当演员的那2个同学，就我们班有2个女生去当演员，我觉得可以体验不同人生，挺好的。凤酱姐的命运带你脱离哀人丰富的业余生活，我笑死了！你要带他脱离什么哀人丰，什么脱离什么哀人，然后丰富业余生活。大学同学走专业的也不多，所以你是走专业的吗？你是走专业的吗？睡觉了，晚安。好的，晚安，明天，晚安。欢迎晴天。还有要去灯牌的宝吗？还有要去灯牌的宝宝吗？专业通下水的，专业通下水。专业对口的人太少了。对呀，就是说12点了。对，我就是说，我看明天都要睡觉了。我说啊，怎么都12点了？没事，我们再过一会儿睡觉，该睡觉了，下不合了。欢迎三哥，咱们还有要去灯牌的吗？说实话，就是我是说我现在哈，像我就是这样久了之后，就是就是像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做主播的话会稍微自由一点，像这样久了一点，就是做自媒体，然后平时偶尔演出一下，就是出去参加活动，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这种久了之后，说实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点就是就是让人没安全感的一个感觉。就以前有公司还好，就现在没公司之后就特别让人没安全感。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如果说就是后面的话就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还是挺好的。周五了，对呀，今天周五了，好快呀，一周又过了。学校学的土木，会计学实习是餐饮，那你这跨也太大了。那你现在呢？就是觉得自己不稳定。对呀，就是说养我，真假的养我。晚上打王者带他，你打王者带谁啊？稳定的我想哭，那不好吗？我就想的是，因为我昨天听那个英姐，就我觉得她现在就很稳定，就是我现在就特别羡慕她的一点是，她又有稳定的工作，而且她又有精力，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我也想像她一样，就是有一个稍微稳定的工作，然后平时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比如跳舞啊，参加活动演出，这也是就是找一个稳定又闲。是不是要求有点高？其实当老师就是这样的，但是奈何舞蹈在学校没有这种，
就是学校一般在学校的就只有那种音乐老师或者是书法老师、体育老师，但是没有舞蹈老师，真的很可恶。舞蹈老师只有那种就是那种培训的，就是没有那种学校他不会正儿八经的学的那种。不然我也想去那个去当老师了。去当老师多稳定啊，稳定了，然后周末去参加活动，线下走线下，然后平时拍视频，然后像一姐一样偶尔直播，我觉得多好，又有稳定，又稳定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就是只能说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一点也不稳定，真的很稳定。那真是太稳定了。对啊，就是说啊，有肯定慢慢找。我甚至都想那个什么去代课，但是我一想，就是一想代课，我现在如果去上课的话，我又要从头开始，我感觉很恼火，真的是。是一眼望到头，但是很稳定啊。但你这个以后肯定也会，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行业待得越久，经验越丰富，然后越那个的话，肯定会升职加薪的嘛。代课行啊，但是不好找代课。你知道现在代课的要求，它都是要有你要有1年以上的经验。我目前为止，我虽然说有1年以上的经验，但是我已经停了2年了。我自从实习完了之后，我就是加团了，就加女团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带过课了。我不知道别人还认不认，就是我以前的经验还算吗？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去问。舞蹈学校，对啊，我知道啊，但是这种老师确实是可以，但是这种老师他不能当兼职。就是如果我真的去当那种老师的话，就比如说去舞蹈学校，或者是去艺术生啊，或者去当那种全职的舞蹈老师之后，我可能就没有精力再去做互联网的东西了，我就可能没有精力去直播，或者是没有精力就没有太多精力去拍视频或者直播，或者是参加线下了。而且我们像舞蹈老师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周6周天会上课的，就是周6周天会上满课，从早上到晚的课。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参加活动，万一有活动的话，因为活动一般都周6周天嘛，然后节假日，所以说就是你得学会舍弃，你要得到一项东西，你就必须得舍弃另一样东西，就是这种，就是你没办法，你除非你找兼职，你找那种完全的，就是你没办法2个都兼得这种。你要想继续做互联网，你就没办法完全去当一个就是全职的舞蹈老师，就这样。实习经验应该也算工作，但是太久了，我怕他不认，因为我已经2年没有教过学生，2年没有上过课了。年轻好减的，那可虽然确实很好减，你要让我现在减，我都好减，但是就是你需要，如果你要重新去上课的话，你就还要继续，就是你又要开始慢慢上课嘛，就是肯定这种别人肯定老师不会一下子给你很多班，就是又会像我实习一样慢慢的积累，就是一个一个带，这样就可能会需要时间。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出门在外那玩意儿都是自己给的。确实是了，简历那玩意儿就写呗，他也不会去查。虽然是，但是你知道吧，不一样的点，他是会看你上课的，他是会，就是他要求是要你要给一个上课视频的，就是那种他看你上课的，包括你像我以前实习是怎么过来的，就是我开始实习的时候，老师不会，比如说我那个是实习是大4的时候实习嘛，我大4的实习，老师你去那个地方实习的时候，老师会让你先去当助教，就是去跟别的老师去学，就是去别的老师的课上去帮他，然后去当助教，就去学他的上课的话术，还有经验，还有管理学生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学了大概有2个周之后，或者是1个月之后，
然后校长会给你一次考核，就让你去带一个班，然后你去给他上课，然后校长在旁边看你上课有哪些问题，然后给你打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有一种压力，就上课上的很有压力，就像是公开课那种，就是老师就是有其他老师和校长他会看你上课上的怎么样，然后像我第一次上课就模课的时候，他就然后这边说了好多问题，就说我这应该怎么样，那应该怎么样，这想说很多。然后第一次不过关之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种，就是直到你过关之后，他才会把班分给你，就是你才会开始正经的开始带班，就带属于自己的班，这样。就一开始你都不会有自己的班的。对，差不多是那种实验课。谢谢苗老师的灯牌，习惯了，哈哈，因为很舒服。然后完了之后还会模课，就是周三，就我们当时是周二还是周三有教研课嘛？教研课的时候就是会，让你去就是把老师当学生，然后去教他们，这样就会有教研。我最讨厌教研了，就是每次很老虎。所以就很严格，其实现在大家都就是很卷，就是你要想，因为我当时去那个学校还是蛮好的一个学校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我当时我家那个地方就那个区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艺术学校，所以管得很严，系统化的。所以说如果我现在去的话，我现在又要从头开始，我觉得很恼火。现在我现在去别投那么正式的学校，别投那么那个什么的学校了，就我现在真去我投一个小一点的，不要管那么严的。别的学校公开这玩意儿上要全简化。对呀，再往回越减费钱，确实是。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因为确实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年轻的，就是现在。你也不算是什么10年没有做过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不做这个事情10年了这么久，就是感觉2年的话减了还是很好减的，越不去扔的越久，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找到那种完全合适的不严的，找回来再抽，就是但是你真的就没办法完全就是完全那个啥，睡了好读完啊但是我是骑找马，回顾一下12月30的直播，12月30直播不是我生日的直播吗？这不是很正常的，虽然是，但是因为我如果全职做舞蹈老师的话，我就没办法直播了，我就没办法再那个啥了。对，就是取舍的问题。对，就是我如果现在只能是真的想去做，只能去单纯的代课，然后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想继续做直播或者继续做互联网的话，我只能去代课，就空闲时间去代课，不能全部做，因为全部做的话就不能那个了，我只能去代课。代课的话比较自由，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两者都兼得。但是代课也不稳定，代课就没有那种完全正式的老师稳定。但是好处是代课的话2个都可以那个兼得，不冲突代课，是不是？就只能这样，就是看你自己了，怎么开心怎么来。确实是，人生不过3万天，是不是？怎么开心怎么来了。欢迎浅浅。你哭的那天，我生日哭了吗？我生日也没有完全哭吧。其实我还是很少在直播间里哭的吧，我感觉哈，哭的次数屈指可数。对呀，我哭的次数%多少都是你们气我的，你们好意思？我哭几次？好多时候都是你们气的吧。我猜的，有2次是能回1天。对呀，能回1天是1天。今天你们看到那个新微博没？就是有一个演员，我之前很喜欢那个演员，然后跳楼嘎掉了。我就觉得生命好脆弱，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就是今天才出的。我当时看我惊呆了，然后我就去微博看，怎么啦？怪兽，我负责后盾。再是屈子，就是家有房屋千万所。对呀，就是对呀，我还我虽然不粉他，但是我还挺喜欢他演的电视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演员还是就是路人粉算是。就以前我看那个《三生三世》，我就很喜欢他，然后之后又看了一些其他的，反正就是对于他的演的戏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对于他，我也觉得挺好的。就是虽然不是那种粉丝，但是我觉得他就是算路人粉那种，就觉得很，就是还是觉得很那个，就是觉得很人还是很脆弱。虽然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资本的力量。特点面无表情。不过说确实太年轻了，对呀，所以说我说还是太那个了，就是说还是要开心最重要，就是说。这哭，不然小心干你们。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赏，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都忘了，反正有2次好像是被气的，然后有2次我好像总共哭了4次，还是不是4、5次，有几次是感动的，我都忘记了。反正我哭也没怎么哭过，真的很好奇为啥。我只记得有一次我突然下播那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也是因为什么忘记了。随机拉一封就拉到的，对呀，我也不知道啊，缘分吧，就说过一次是气的，哪有1次是气的？都有吃过啊，我感觉有2次是气的，太过分了你们。我们再听一首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家们就12点半，再早点休息，明天周五了，好快啊！你那次哭，我就安慰你那次我都有点忘了，因为我感觉我直播到现在为止，我直播多久了？从去年520开始到现在1年多了，其实也感觉去年的时候哭的多一点。工作焦虑，我都忘了，有点忘了。怪兽该过自我中，天啊，小姐你中毒了吧？已经周五了，对啊，已经周五了，快下播的心态就崩了。反正我记得今年有一次哭，就是因为对，好像是对，今年有一次哭，好像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有点没绷住，好像是的，突然想起来了，对，好像是。太难了，现在做什么都很难。告诉我怪兽抖音叫啥？我瞅把建个名字。就是随之流，你看看他，真的是，你看他在这儿。周五啊，怪兽该过周末了，真无语了。到时候你应该那个天气预报挂一个他那儿的天气，然后今天比如说河北，是河北下雨了，你就说啊，今天下雨了，小怪兽该带伞了，今天出太阳了，小怪兽又可以又可以不用带伞了，是不是？周末了，应该过周末了，是不是该这样？笑死了。我还写上小作文了，好。但是如果像这种问题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自己去调节。河北哪儿的？河北石家庄的，不对，河北保定的，它是要保定的。河北离我家那边很近，真假的？这样一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不用说别的。所以呢，我请问1个半小时到了，下雨你要给他送伞吗？下雨你要给他保定，渔火不过，他是保定的。怎么了？下雨要给他送伞吗？这么贴心。
只能开导。对呀，就是我都没有吃过驴肉火烧，是不是？我老听说，但没吃过，一句话就知道了。前段时间刚从保定回来，想让凤姐安慰你一下。算了，像这种事情的话，还是咱们自己解决，不要让别人那个什么，多不好啊！到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难怪当时难怪那个时候很担心，但难怪大家都知道我哭了。旁边全是对啊，当时就是当时好多人问我，他说你怎么哭啦？他说你怎么哭了？我当时就很多人都问我，我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原来是你小子。旁边是什么？那个是旁边就是河内。哦。第一类不消化，其他没说不管用。像这种事情，其实确实，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自己消化。这种自己心态上的问题的话，就是不是外力因素的话，还是得自己消化。毕竟现在又不是在学校了，不是在学校就是什么都不用想，只用上学。现在要想的东西太多了嘛，所以说肯定会有各方面的，就是情绪啊、压力之类的。谁动我小怪兽？答应。哦，笑死！没人和你抢小怪兽。小怪兽天天在家打喷嚏，他说谁在说我？天天都在说我，我笑死。对，得学会自己解决坏情绪，确实是。但是我一坏情绪，我就容易状态不好。就像是我上一周，不是上一周吧，就是我上一周，对，就是上一周，我的状态也不好。谢谢小猪的灯牌，晚上好呀，小猪下班了吗？这是。如果我情绪不好，我状态就不好，像我上周就是。请告诉我有没有小怪兽、小奥特曼。还没下班啊？对呀，但是我要准备。刚打完排位赛，你一个人打的吗？小猪现在什么段位了？是个猫那边过来。对哦，今天喵喵好像也播了。两个什么？2颗星吗？还是什么？小猪那边太好打了。我就想到明天太厉害了，100颗星。是有点东西。哦，没打王者啊，我还以为你打王者呢，打了联盟。哦，上路孤儿1打2差点。太坐牢了。哇，我在打喷嚏，但打不出来。我带飞了小猪一把，你跟他一起在打的吗？你跟他一起打的吗？挺好的，像我这种不玩游戏的，有时候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干嘛。最近就是在看国漫，吃饭的时候下饭，看国漫下饭，下路很难打。好了，家人们，我们要准备下播喽。我这2天我想说鼻炎是怎么回事啊？鼻炎是不是一直流鼻涕啊？国漫有啥好看的吗？国漫我最近看那个玲珑好看，我被那个小粉推荐的玲珑，我看完玲珑了，然后看了那个我最近看，就是我前段时间把那个《凡人修仙传》看完了，就是动漫的《凡人修仙传》看完了，然后我又看玲珑，看完玲珑看仙逆最近也跟的都看了，然后最近在看什么？最近在看那个遮天。我觉得遮天没有那个，虽然也是修仙剧哈，该说不说，遮天虽然也是修仙剧，但是它没有那个凡人和仙逆好看。仙逆的节奏很快，就看着很爽，但凡人做的就是他的文戏做的很好，
然后这天就是有一种一集演了20分钟一集，不知道演了个啥，就是那种不知道演了个啥，就是啥也没有，就一集就完了。没事儿，没关系的，反正也不差这点儿。夜黑太黑了，太能坑人了。我还没看，我现在看20多集，我觉得有点太老火了，看这点。换季了，鼻炎犯的挺多的，但是我没有鼻炎，但是我最近老流鼻涕，就是鼻子痒痒的，老流鼻涕，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鼻炎啊？天啊！但是我没有鼻炎，我从就是我是没有鼻炎的，但是就是这2天就是老是感觉流鼻涕，就老擤鼻涕，然后想打喷嚏。那我需要补的太多了，我综艺还困落老多了。拜拜，手机聊要睡觉了吗？降解你以后往后看吧，越往后越能坑人，那也挺好的。还有一个10号也挺能坑的，10号我看了，那个我看但没看完。那你可能是单纯着凉了。真的吗？单纯着凉吗？我还以为是我鼻炎了呢，但是我又没有鼻炎。是不是该下了？是的是的，本来要死了，然后好了，还装的快死的样子，坑人，真假的？反正我现在看的前面，我觉得它的剧情有点太拖拉了，就是你看了前2个对比，你就觉得它的剧情有点太拖拉了。你要说难看吧，也还行，就是也没有很难看，但是你要说对比的话，就对比前2个，就对比仙艺和凡人来说的话，就有点太拖了剧情。来日方长，不用再说。好的，那我们要准备下播喽。博主闺蜜你好，你好小贱。确实容易感冒，我这喝上药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换季还是多穿点吧。我也要注意一下了，不然的话还是挺难受的。继续睡吧。好的，那我们准备下播喽，家们，大家早点休息哦。大家早点休息吧，晚安喽，家们。下了，准备下了。晚安了，家们。拜拜。